是小夫用了法国高档香水，还是胖虎不洗澡的恶臭，让黄蜂对他俩情有独钟？大雄一天啥都没做，为何却得到了老妈的1000元巨款呢？为了赶上棒球赛，大雄被泼了一身脏水，还遭到绿油漆爆头。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有点绿。可老妈却被气得够呛，刚换好衣服，老妈就让大雄去跑腿。可大雄忙着去约会，哪有时间理老妈？可刚出门，又碰到堵门的虎父2人，大雄嗷的一嗓子就开逃，可脚下一滑，把自己染成了巧克力色。真是2天不打，前列腺发炎。老妈直接放出狠话，再有下次就不要你了。这下大雄听话了，赶紧出门跑腿去。就算看到媳妇儿，也只当那是段空气。可怕啥来啥，衣服还是弄脏了。眼看大雄要被抛弃，蓝胖子赶紧拿出帮忙避行风。黄蜂一出事竟成，大雄上一秒还在哭，下一秒就被黄蜂吓丢了魂。谁知黄蜂改变路线，还带大雄变落汤鸡。不过售后服务倒是给满分。大雄的背包被虎父2人捡去，小夫也是个人精，一看就知道这是大雄的。谁知黄蜂突然杀到，原来这是蓝胖子的暗箱操作。虎父2人一路逃命，躲到了果蔬店。老板也是个热心肠，照着清单来了一份，还给打包好了。黄蜂继续出动，追着2人来到商业街。眼看面包店人气太高，黄蜂直接出动，啥都没做就吓走了排队的人。这波操作都给服务员整不会了。谁知小夫倒是个狗鼻子，跟着香气找了过来，买到了面包。走到肉店门口，又正好赶上半价促销。就在2人不知所措时，黄蜂杀到，2人只能进店买肉。蓝胖子都觉得有点过了，但大雄还没烘干好衣服呢。胖虎2人被黄蜂追着，一路逃到大雄家。一番挥舞后，包落到了蓝胖子手里。胖虎急眼了，又是水流机关枪，又是水箭加农炮，一番操作把花园浇了个遍。蓝胖子把东西交给老妈，虎父2人也顶着纸箱开逃了。眼看逃不掉，2人只能选择蹲草丛。胖虎怕的不行，谁知这是辆回收车。黄蜂终于飞走了，大雄害怕的不敢回家。谁知蓝胖子前来开门迎接，忐忑的来到房间，却得到了老妈发自内心的赞美，感觉大儿子长大了。大雄还一脸蒙圈，就得到了老妈赏的1000大洋。蜜蜂这么棒，小伙伴们会怕吗？今天的大雄不一般，怕鬼怕到能原地去世的他，今天竟然也会与鬼共谋。沙滩海洋大别墅，财大气粗的小夫要带大家看星星赏月亮。大雄有脚算也知道不会带自己，可今天大雄竟喜提大惊喜，哭着回到家就跟蓝胖子打起小报告。蓝胖子气得就要掏出毁灭世界炸弹，可这次小夫良心发现，交代大雄去，但目的却不单纯，大半夜要玩试胆大会，这不明摆着要看大雄出洋相吗？蓝胖子只好化身最强间谍，发现看似好心的小夫就要用这么可爱的阿飘把大雄吓到当场去世。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为了不让大雄在静香面前社死，蓝胖子只好拿出混合妖怪。一听到妖怪2字，大雄嗷的一嗓子就躲进了壁橱。可这里的阿飘都是好阿飘，比如老妈正愁没有伞，这表现的机会不就来了？就是这伞有点惊悚，淋了谁也不能淋了娘，估计这份善心能换今晚一份大餐了。大雄接过道具就要强力反击，来到海边大别墅必须要来个水中畅玩，可大雄偏偏忘了游泳圈，只能委屈地堆起了沙子。不甘心的大雄来到角落，召唤出秘密武器秃头海妖。小伙伴们正玩着沙滩排球，就看到大雄疯狂在海中飙车，都给3人看呆了。试胆大会终于开始了，传说咱们的学校是建在一座坟墓上的，还没讲到高潮，胖虎就热成狗了。小夫好心的发着扇子，却没有大雄的份儿，因为大雄刚才被吓得已经后背发凉了。小夫发难，大雄只好召唤雪女在手清凉一下。大雄成了夏天中的人体降温机，玩个斗地主，不赌钱也不赌房，大雄居然还抽老千，凭借着背后上千双眼睛，成功当上了地主。大雄白天做的妖，小夫定要晚上原封不动还回去。试胆大会再次开启，规则竟然是绕着墓地走一圈。就问你大雄怕不怕？别看小夫才1米高，胆子却至少有2米。哼着小曲去绕了一圈，就连胖虎和静香也轻松地完成了墓地游。这下轮到大雄了，可就是这么巧，手电竟然没电了。随着大雄的出发，扮鬼2人组也出动了。周围漆黑一片，
大雄就是一个平地摔，无助地召唤出了3团鬼火。小夫刚要出手，就看到这儿真有鬼呀！嗷的一嗓子，转身就跑，却被胖虎像拎小鸡似的拎了起来。遇到分岔路，大雄又召唤独眼小僧，希望能给自己指条活路。胖虎这次不用拳头说话，改用脸部攻击。可突然，婴儿的哭泣声传来，吓得2人喃喃相拥。原来是小僧自带的哭泣音效。大雄2人终于找到出路，成功来到了墓地。可一阵怪声，吓得大雄脸色铁青。同样被吓得不轻的还有虎父2人。墓地中惊现长颈美女，上来就是一波贴脸杀。这下大雄大仇得报，静香左等右等，终于盼来夫君的凯旋归来。蓝胖子担心大雄而来，可这会儿虎父2人却神秘消失。蓝胖子二话不说就叫了帮手，眼看虎父2人就要回到别墅，可突然一只大脚落下，妖兽了，真是阴魂不散。这海边大别墅比鬼屋还刺激呢。那么小伙伴们的学校都有哪些匪夷所思的传闻呢？一场看似简单的野外露营，美食却诡异消失，而传说中封印于巨石的妖怪也显露真身。大雄这次能否化险为夷呢？明明是元气满满的一天，大雄却累成了狗，年纪轻轻就走出了100岁老人的感觉。静香膀胱一扫，发现了神秘巨石。岂料胖虎刚攀上巨石，就碰上了看守的僧人。这块石头可不简单，封印着作恶多端的大天狗。这要人命的消息吓得胖虎差点全身骨折。明明就是吓唬小孩的传闻，大雄还真就听进去了。不过再奇葩的传闻，在豪华露营面前都不算个事儿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墙上还出现4米长蜘蛛。为了在媳妇儿面前树立高大人设，大雄让蓝胖子往前冲。蓝胖子只好拿出谐音变化枪，对着蜘蛛一照，就变成了一朵云。因为在日语中，蜘蛛和云的发音相同。这下大雄来了灵感，把倾盆大雨变成了香甜的糖，送了大家一片晴天。大雄帮忙准备烧烤，可突然一个黑影闪过，竟然是小松鼠。这么可爱的松鼠，让蓝胖子拿出牛奶，只要轻轻一照，就变成了硕大的核桃。这让静香也馋起了点心，大雄就准备开始作妖了。小夫家的法国进口大牛肉，可不是胖虎这种平民能够轻易吃到的。可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大雄身上，这么肥的一条鱼，竟然是用木板变的。胖虎也想大显身手，却误伤了静香。点心变路绝对不亏，大餐终于上桌了。可角落里却躲藏着一双诡异的眼睛。蓝胖子刚准备吃成300斤，就发生了失窃案件，而且还是法国进口白兰地。就在大家转头寻找之际，食物也不翼而飞，吃货蓝胖子成了头号嫌疑人。毕竟他的大嘴都能推小孩了。可下一秒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神话中的天狗竟惊现人间。眼看食物被无情吃掉，胖虎选择正面刚，天狗一个狡猾，小夫中招了，长出了一口树叶来，这太拉低颜值了。蓝胖子想帮小夫恢复，谁知道具竟然失效了。胖虎还在生死搏斗，可更凶猛的怪兽出现了，虽然丑丑的，但很可爱。天狗逃了，这胖虎的拳头只能对准头最硬的蓝胖子了。果然还是静香沉着冷静，把花变成了鼻子，决定以胃变胃。可是，一条河堵住了大家的去路。别看大雄平时负智商，可这回他用一双筷子变出了一座拱桥，思维简直异常敏锐。众人穿过拱桥，却又回到了天狗巨石前。没抓到天狗，却遇到了醉酒的僧人。难道僧人就是天狗吗？当然不是，僧人只是碰巧捡到了酒瓶而已。虽然可以用酒引出天狗，可酒被僧人喝得半滴不剩。但小夫膀胱一扫，有了主意，灯光一照，袈裟就变成了美酒。僧人乐坏了，直接开始原地蹦迪。大雄还担心天狗不会上当，可天狗早就打入敌军内部，站在巨石上猖狂大笑，却误入埋伏，被捆仙索牢牢捆住。胖虎正欲打出成吨的伤害，僧人却出面了，便用善念感化天狗。可就在这时，意外发生了，天狗原地飞升了。可当大家定睛一看，我的乖乖，手套反过来的读音不就是天狗吗？原来背后搞鬼的人竟然是大雄。那么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有趣的谐音梗呢？